他生逢乱世，苦读兵书，立不世之功，以少胜多，助刘邦建立汉朝，却因功高震主被杀。他就是兵仙韩信。韩信，泗水郡淮阴县人，今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，西汉开国功臣，与张良、萧何并称为汉初三杰。那么三杰的另外2位都是善终，为什么就独独韩信被杀了？让我们一一道来。韩信年轻时熟读兵书，但他作为一个平民，加上性格放荡不羁，又怎么会有人推举他去做官呢？一天天的佩戴宝剑瞎溜达，就连他母亲死后的丧事都没钱办。还有一次，有位河边洗衣服的老人家看韩信饿了好几天了，就好心给韩信东西吃。韩信就记住了，天天去河边白嫖东西吃，对老人家说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的报答你。谁知老人家说，你一个大男人，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，还要报答我？我给你吃的只是可怜你罢了。这也是有点怒其不幸，哀其不争的意思。毕竟韩信这么大人，干点其他的不就养活自己了，非要拿把剑瞎转。再后来就有了著名的胯下之辱，韩信也是不羁到了一种地步，从屠户胯下爬过去后，拍拍土就走了，完全不把这胯下之辱当回事儿。后来陈胜吴广起义，秦朝后期的乱世开始，6国的后人就纷纷的出来跟着搞事儿了。作为楚国贵族的项梁也起义反秦，韩信就去投奔项梁，想着自己的一身本事有了用武之地，结果没人理他，韩信也就当了个小兵。项梁兵败后，韩信就投靠了项羽。韩信多次给项羽献计，项羽都没有采用，毕竟一个平民小卒的计策谁会用？韩信一看这种情况，那我还是走吧，就去投靠了刘邦，做了个管仓库的小官，但还是一身本领无法施展。后来韩信认识了刘邦的丞相萧何，在萧何与韩信的交谈中，感觉到这人不简单，日后必成大器。萧何也多次给刘邦推荐韩信，刘邦就是不用。此时刘邦已经被一众诸侯排挤到了汉中，汉中的将军士卒也是跑的跑，逃的逃。韩信看到刘邦也不用自己，那我还是走吧。萧何听说韩信跑了，就没通知刘邦，急忙去追韩信了。过了1-2天后，萧何将韩信追了回来，去见刘邦。萧何对刘邦说，你要是想做汉中王，或者想得天下，就只有韩信能帮您成此伟业。刘邦想了想，萧何都这么说了，要不就先用着韩信，这才将韩信拜为大将军。刘邦问韩信是否有安国定邦的良策，韩信给刘邦好好分析了一下局势。此时刘邦最大的对手还是项羽，汉军无论是在士卒素质和兵器方面都不如楚军。项羽这个人虽然勇猛非常，但只有匹夫之勇，军队中那么多贤能不用，就只相信自己。楚军所过之地也都民不聊生，而汉王宁入武关是和百姓约法3章，还将秦的苛酷刑法废除，这就是得了民心的。如果按照当初的约定，在关中称王的应该是您呀，百姓也知道你是被逼无奈才到汉中称王的。关中百姓对被项羽强推上去的章邯等秦国降将也是恨之入骨，若是您现在打回去，百姓还不开门欢迎？刘邦大喜，便着手部署军队进攻，顺利的将投降项羽的秦将解决，攻下了汉中。但项羽的硬实力还是在那儿摆着的，你刘邦打我小弟，咋不上来和我项羽碰碰？但此时的刘邦又怎么会是项羽的对手？被项羽以3万击溃56万之多，史称彭城之战。韩信在彭城兵败后，一边集结被打散的人马，一边抵挡项羽的进攻，才给刘邦留下了翻盘的希望。同年8月，不甘失败的刘邦命韩信为左丞相去攻打魏国。韩信在研究过两军交战的地形后，就有了计策。魏军要防守住汉军的攻击，首要方法就是不让汉军渡河，取胜的话就只有出骑兵一条路。于是韩信就派人四处去征集船只，放在河面之上，假装汉军要渡河，搞得魏国魏王豹神经兮兮的，就只盯着前面的大船。而韩信的骑兵撑着木筏等简易工具，就从魏王豹后方站出来，直接把魏王豹活捉了。此战史称安邑之战。安邑之战的胜利，不光振奋了彭城兵败的汉军士气，还解除了汉军兵出荥阳时的后顾之忧。这还只是韩信略施小计，之后的井陉之战更是将韩信的用兵谋略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公元前205年，汉2年，在平定魏厉之后，韩信向刘邦提出，
利用诸侯据地自保、互不支援的弱点，将诸侯们依次消灭。在韩信击败代国之后，公元前204年10月，韩信率汉军越过太行山，对赵国发起攻击。赵国随即集结大军在井陉口防守。井陉是太行山8大隘口之一，易守难攻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。本来赵军是占尽了地利人和，但赵军主帅陈馀拘泥于义兵不用诈谋奇计，没有允许广武军李左车袭击汉军粮草，使汉军自退的计划，让韩信有了干掉赵军的机会。所谓兵者诡道也，不用诈谋妙计，还打什么仗吗？韩信也想到了，如果赵军去袭击粮草部队，那汉军就难了。但如今探知到赵军并未去袭击粮草部队，韩信也是开始了他破赵的计划。先是挑选了2000名亲戚，先让他们人手一面汉军军旗，由小路绕到赵军侧翼的山上潜伏下来，伺机袭击赵军，切断赵军后路。又派1万人为先锋，在夜间渡过井陉口，到绵漫水东岸，背靠河水列阵，迷惑赵军。到第二天天蒙蒙亮以后，赵军看见汉军背水列阵，没有退路，不禁窃喜，这韩信根本不懂如何用兵呀。天亮之后，韩信亲自率领汉军向井陉口东边的赵军攻去，赵军也是踌躇满志，离营出战。就在两军厮杀正酣之时，韩信下令退兵。赵军见如此好的机会，你又没退路，这次不把你杀得片甲不留。汉军将士见后无退路，前有强敌，既已无路可退，那就杀出一条血路，个个神勇无比，将赵军的攻势挡下了。此时埋伏的汉军趁赵军大营空虚，趁机攻下赵军大营，拔下赵军军旗，插上汉军军旗。赵军这边久攻不下，只能下令撤兵。这时候发现自己家已经没了，顿时大乱，四散而逃，结果被汉军逐个击破，赵国也就这么完了。此战的胜利让汉军消灭了北方最强劲的对手，还铺平了进攻燕齐两地的道路。而后的渭水之战则是彻底奠定了汉军的胜局，让项羽转入防御状态。公元前202年，汉5年，刘邦想趁项羽没有防备，让韩信和彭越一起南下攻击项羽，但韩信和彭越并未如约南下，致使刘邦大败。之后刘邦为了一统天下的大计，就给韩信和彭越封了王，让他们好好的效力，可不要半路谋反了。同年12月，刘邦、韩信、彭越各路30万人马与10万楚军在垓下决战，楚军被汉军大败，退回壁垒坚守。韩信就命汉军士卒夜唱楚歌，瓦解楚军军心。之后楚军10万军队被全歼，项羽乌江自刎，汉得天下。之后刘邦因为害怕韩信举兵造反，就削弱韩信的爵位，将齐王贬为了淮阴侯，让他不能偏居一隅。之后传说韩信谋反，被吕后和萧何骗进宫中杀掉了。真谋反假谋反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但刘邦杀韩信的心是一定的，他只是没找到机会。让你当初不来救我，还要威胁我给你封宝。一代名将韩信就这么结束了他的一生。早年放荡不羁，无所事事，在被刘邦重用之后，也是尽职尽责，率领汉军以弱胜强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用一明一暗2条路为刘邦拿到汉中。井陉之战让汉军有了拿下楚军的基础，渭水之战为汉军锁定胜局，垓下之战4面楚歌，让西楚霸王自刎乌江。如此功绩，最后死在妇人之手，实属可惜。他要是提前找到机会起兵的话，说不定就不会死。那么大家对韩信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，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。